各位道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人。这期我们一起来分析和练习一下两个俯视的方块人啊，一个正面，一个背面啊。仰视的话，我们分到下一期来做，因为一个视频做太长的话，播放量不太好啊。我们先来画胸腔，找到锁骨的线，胸腔体块的上面这条线是锁骨，然后锁骨取第二节。在这个位置结束大概，然后中间锁骨窝和这边的胸弓挺明显的啊，这是它的中线，然后我们的体块大致上就画出来了。因为我下面胸腔下面这条线我取的是就是肋骨准备往后面转的位置，是这样。这边还会有一点透视的压缩啊，考虑一下，考虑到这个透视的问题。然后这边讲一个小知识，就是我们这个上臂骨啊，上臂骨，它这个长度呢，差不多就是整个胸腔的这个肋骨的这个长度，差不多啊，不太绝对。所以一般来说，我们正常的胸腔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结束。我会取它这个稍微小一点，啊，它的侧面看上去是怎么样的呢？这个体块的侧面，看上去是这样。它为什么看上去是这个样子？这也就牵扯到一个叫透视抵消的问题。什么是透视抵消呢？来画一个侧面的侧面图。这是胸腔的体块，这是盆腔的体块。从侧面看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当我们平视的时候，一般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是能够看到下面的胸腔体块的一个面的，盆腔体块的面是能看到的。但是当我们俯视的时候，复制一下。当这个角度变到这儿，俯视的时候，把这个线擦掉。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，就差不多是这张图的这个角度是这个样子。那么我们胸腔体块它这个就看不到了，这个面就看不到了，它变成一条线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发生了透视抵消。这个叫透视抵消。相对的呢，盆腔的这个面，我们看到的就比较多一点。这条线和这条线做一个对比，我们盆腔的这个面看到就会多一点。这个概念还是挺重要的啊。平时的话可以去买一些这种类型的魔方啊，去感受一下。不同角度它这个透视的一些变化。好，我们继续，继续画盆腔。这个可能稍微再窄一点。画多了。盆腔的话找髂极，这两个很明显了啊，髂极点。然后裆部，看它的中线，这边肚脐、腹部的中线很明显。然后这边因为它有一个向下的透视啊，所以它两边的线呢就是不平行于中线了。要注意到一个，就是向下的一个透视的压缩。就刚刚说上面盆腔的上面这个面呢，我们能看到多一点，可以换多一点。从这个图片上也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啊。
找到裆部的一个宽度，把这个三角内裤的形状画出来。大转子，这很明显的。这边你看，这也是很明显的一个，从图片上就能看到一个球体的一个暗示。画那么大，画小一点。这里还有一个知识点，就是手腕结束的位置是差不多是裆部这个耻骨的位置，但是你不是拉一条直线出来啊，我们不是拉一条直线出来，而是一条弧线，因为它这里是个轴，这里相当于它的一个轴心嘛，这个长度差不多是从这儿到这儿的位置。那就是说，这个技巧是用在什么时候呢？我们比如说定好了胸腔和盆腔，我们先画胸腔和盆腔嘛，然后你要去定手臂的长度，就是画这么一条弧线出来，就可以定手臂的长度了。然后这个位置也是，我们可以定这个肘部的位置，对吧？知道这些信息点，就可以定出这两个位置了。画一下大腿，大腿从这儿连出来，从裆部连出来。因为俯视这个角度呢，我们看到大腿的这个横截面也会多一点。那注意它这个圆的弧度，相对于平视来说呢，会更大一点。膝盖的球体，小腿，脚踝的球体，脚背是一个长的梯形。这里注意一下，我们脚的这个体块，我们这个脚背啊，它其实是斜着长的，它不是一个平的，它是斜长，所以因为它是斜着长呢，就会导致里面看上去这个面积会大一点。脚的外侧呢，看上去就会小一点。我画一下，两个脚我画一下，大家感受一下。自己感觉一下啊，是这个面积，脚内部的面积会比脚外部的面积大一点。这样概括一下，别的我不画了，就这样。手臂大致画一个火柴人的样子就好。头、眉心，找到眉心，下巴的中点，头的中线，这边是发际线，耳朵在这儿，后脑勺在后面，下颌骨，头的一个顶部。脖子连一下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人的整体的一个
比例啊，把这个图层合并一下。这个放到右边去。你看它整体的一个比例，这儿头顶、胸腔，不能说画的很绝对啊，大致上你看上半身的一个比例差不多是这样，就能感觉到这个线，它是这个是大的、中等，这个是小啊，下半身也是一样，从膝盖来看，然后到脚底板。能感受到这一节，这个是长的，这个是短一点啊，因为它这个俯视的时候呢，它发生了近大远小的透视压缩啊，那么离我们越近的这个体块，它就越大，也就越长啊，离我们越远呢就越小，也就越短，就这么个概念啊。现在我们自己来画一个啊，这画就不需要那么大了，缩小一点来画。刚刚忘了看它上半身和下半身的比例了啊，那我直接用手在屏幕上比划一下啊。你看它下半身是差不多这样的长度，和上半身比呢，差不多变成了1:2的样子。那整体就上半身和下半身变成2:1的一个大概这么一个比例。分析完之后呢，就一定要自己画一遍，感受一下。
这里有一个事情要注意啊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视平线它其实是在这个角度的，视平线是在这个样子的，所以我们在画这个手臂的圆柱的时候呢，它上面呢也会比较平一点，下面是这样有点圆弧的。大致上是这样一个感觉啊，稍微做一些细微的调整。也可以把这个肩膀也再画大一点，因为它是俯视嘛，上面的东西都会大。这样移出来一点，手臂的圆柱也要有一个俯视的感觉，上面大，下面小。线条再整理一下。这一步其实在我们画画的时候是草稿，我们真正创作的时候，这一步是草稿，所以其实不用画的特别仔细。把大致的一个感觉画出来就可以。
那么画完之后呢，再检查一下比例对不对啊？比如说我感觉我这个手臂的比例好像画的就不对，因为上面和下面好像是1:1了啊。这边因为它处在这个 M 的这个位置，所以是1:1是对的。那么这里应该把上臂再画长一点，下臂稍微再挪一挪，在这边过来的位置。差不多这样。这个腿好像差不多吧，差不多有一个这个比较大，如果是明显一点的话，还可以把它再稍微变长一点。然后头还可以再稍微大一点。那我们来分析背面。在开始分析体块之前啊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张图上能给我们提供哪一些透视的一个信息，因为它这边的线会消失在这边某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们来找一下。比如说这个肩胛骨这儿，两个屁股蛋，膝盖，这个脚不是平的，所以该这样子。这边能看到一点锁骨。它整体的透视的一个感觉是这样子的，擦掉一点，更清楚。所以这边聚拢了，消失在这边的某一个点上。那么我们在画体块的时候，也就要遵循这样一个透视线的一个感觉去画。先来找胸腔的体块，这边锁骨，因为它肩带暗示我们这边是锁骨的第2节结束的地方啊。那么这边连过来，这边也是一样。这边能看到一个侧面，下来，那这有一个中线，胸腔大概是这样，脖子可以顺便找一下。不要被这个肌肉骗了啊！我们只是找体块，脖子体块大概是这样子的。在这儿，脸的侧面。
头也要顺着这个头的体块，也要顺着这个透视的感觉去画。这边是这个腰窝，这条线，然后这边能看到一个中线的趋势。横腔下面不是这儿啊，这是2块肉的这个结束的地方，在这儿横腔结束的地方。然后这边很明显能看到一个侧面，我这边延下来，自己能感觉一下，有个侧面。三角的内裤画出来，三角内裤的感觉画出来。这一看，这就正好是2个球体在这儿。然后膝盖的球体。的球体，这边它因为直着站的就不画了，圆柱我就不画了，脚画一下，脚的体块画一下。手臂的球体也比较大了，肩膀的球体，说错了，肩膀的球体这边能看到一点，手肘的球体，手腕的球体，这边连一下，这边看不见了，但是还是能感觉到。好，再自己画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先定一个大致的一个斜率的感觉，透视的斜率的感觉。是这样。
胸腔再稍微改小一点，手动改好。这边还是要注意啊，脖子它和这个锁骨这条线不是在一条线上的。比如说我们这边头是延长的，这个脖子这个圆和这个锁骨这条线还是有一点距离的。头的一个感觉给画出来。这个盆腔它这个侧面肯定没这么大啊，我这是刚刚是随便画的，盆腔这个侧面肯定没这么大，所以这个也要画小一点。注意一下这个大腿之间的一个比例。还有大腿这儿、膝盖这儿要从大腿到膝盖这儿的距离要大于膝盖到脚踝的距离，这个下面应该往上垂一点。
手就不画成拿这个箱子的感觉了，就画成一个自然下垂的感觉。下垂，手肘在这个位置，这边过来手腕的位置。好，把线再整理一下。
仰视画完了，俯视我们下一期再画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散修修炼不易，还请各位道友点赞、关注、转发支持一下。山高水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